晚上好。等等，我身上有汗臭味吗？你这一下午去哪儿了？兰姐到处找你呢。老爷交代差事。交代什么差事啊？一身的脂粉。一身脂粉味儿。对啊。是烧纸钱的味道。雷子说，你和大老爷去了风月场所。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富香堂是老爷的别馆。真管不住自己的嘴。起码他没去。啊？富香堂的女人个个风情万种，全都是玩真的。你们男人是不是看见了就受不了，对不对？这话你听谁说的？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你就，是不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你吃醋了？切！什么吃醋？谁吃醋呀？你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想找什么女人找什么女人。我是个正常的人。我承认，我很多时候我都想跟你那什么，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跟你那什么，我就得跟别人那什么，知道吗？行行。那你没找女人，那是大老爷去了。此事你知道便可。王不可告诉兰姐。知了司令刚过，兰姐要是知道大老爷在外面有小，这心里指不定多难受了。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给我把衣服脱了，脱得干干净净的。脱衣服干什么？哎，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了。我闻着是脂粉味，我头痛。脱。快。你等我，一件一件，慢慢的脱。脱。你别脱了，赶紧进去，把自己洗干净了，把衣服也都给我洗干净了。我。什么呀？那是大老爷去了。此事你知道便可。王不可告诉兰姐。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要不要让程英志从我这儿买几幅画啊？哎，米芾的，仿的可像了，我跟你讲。富香堂，你去过吗？哼，小瞧我是吧？上海最有名的风月场，那多少达官显贵都在里面流连忘返。我为了收集情报呢，我可是没少去啊。黄荣宏的别馆就在那儿。你确定？
停一下，你先下去待一会儿，啊。江叔叔，嗯，一直以为江叔叔受我爸爸的牵连，还在天津分处上班呢，没想到这刚调过去，才几个月就悄悄回来了，还当上了副总经理。李子啊，不管是调离还是回归，都是银行的决定。再说，你和你母亲后来的事情，我在天津有所耳闻啊，所以我一回到上海，就打听你们俩的消息，可一直没有下文呢。是吗？是啊，事实就是这样啊。江叔叔，我爸爸之前在互助银行做股本改革，您是他的左膀右臂。焦叔叔，周总经理和我爸爸水火不容，外界不清楚，但您不会不知道呀。您是如何做到这么游刃有余，竟然能把自己又变成了周总经理的嫡系，实在是叫我不解呢。李子啊，你年纪还小，银行的事务你不懂啊。可是我年纪再小，我也明白，任何获利的背后都有条件。焦叔叔，你到底出卖了我爸什么，才得到了周光显的信任？掌柜的，洋人最爱去的凯奇公寓和冯斯歌舞厅我查过了，南洋商贩爱去的格罗克路鸦片馆我也查了，他们和那的私商都是复明机的买家，不是卖家。而且他们都说是来了上海以后才发现的这个好东西。那看来这复明机既不是从欧洲流入，也不是来自南洋。但是我听老尹提过一嘴，说这个好像是帮派买的货。不是，帮派的手中还是老式鸦片，而且自打这复明机上市以来，鸦片的价格每个月走低，利润受到极大的压缩。现在各大帮派也都在查这个复明机，但凡手下的人有私贩它，那都是处以极刑。那会是谁啊？焦叔叔，我爸那样的冤死，您不可能无动于衷。您那天告诉我和我妈消息的时候，您那种心急如焚绝对不是装的。如果您还顾及一点点我父亲对您的情谊，请您告诉我，周光显到底对我爸做了什么？你今天对我的坦白，就是对我爸最好的弥补。李子，我一直把你看作晚辈，你又经受了孤雏之痛，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再这样胡搅蛮缠，非要让我替你父亲做出弥补，我还不如现在就把你带到互储银行总经理办公室，让你和周总经理当面对质，好吗？你敢吗？李子，我劝你还是下车吧。
做噩梦吧。我刚刚看你挣扎了半天，没敢叫醒你。没事了，睡吧。怎么没事啊？喝杯蜂蜜水，安安神。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唱歌？嗯。小孩子不都这样吗？做噩梦的时候，你妈妈不会给你唱歌吗？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妈妈。那我给你唱。快快睡，快快睡，夜幕已低垂，床头布满玫瑰，陪伴你入睡。快快睡，小宝贝，歌声催你入睡。快快睡，小宝贝，歌声催你入睡。之前是我情报有误，黄如虹有相好。这个黄如虹果然深藏不露。对了，帮我留心一下陈玉芝。他也有相好。说什么胡话呢？那你查的什么啊？他这2天有点反常，反常？夜里总是做噩梦惊醒。他说是大老爷交代了什么差事儿，但是具体什么事儿，他向来不说的。那你希望我怎么查呢？我是查出他有事儿，还是他没？那得看你究竟能查出些什么呀。好。对了，再帮我一个小忙。春秋英文剧社马上要排演《洛桑决4》了，能不能帮我弄一张演员负责人的名片？你要这个干什么？拜托了。老板，谢谢他给点钱吧。给钱你去抽大烟啊？不抽大烟，我会疼啊！放肆老寒腿，你晓得不？老板，谢谢老板。小王，你现在马上跟我去药房还有诊所去医院去查，看看最近有没有哪些病人因为服用了某种特效药剂而感到症状大幅缓解，而且现在这种药剂已经不再供应，只能靠复命剂维持。特别是那些觉得特效药剂跟复命剂高度相似的病人，一定要找到。药房、这医院，掌柜这，
鸦片有镇静麻醉止痛作用，可以止痛。而这复明剂又是从鸦片里面提纯的，更是有止痛的奇效。如果这复明剂不是从欧洲流入，不是从南洋所来，也不是本地帮派所为，那很有可能本来就是用医疗所用，只是被精明之徒滥之谋利。快去！哎呀，囡囡，今天这琴弹的真好听啊！啊，爸爸，你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啊，开心了，我们在弹琴呢。你过来，快过来。这是春秋艺文剧社的 Casting Daisy 小姐，这是我爸爸，他是户储银行的经理。焦先生，您好。哦，你好，囡囡，快请客人坐呀。啊 ，Daisy 小姐您坐。老师您坐。爸爸，爸爸，我跟你说，昨天我们在大礼堂演了《傲慢与偏见》。本来这么小的一个节目，我又是演 Mary 这么小的一个角色，我想谁都不会注意到我的。没想到今天 Daisy 小姐来找我，还邀请我参加下个礼拜的 audition。Daisy 小姐，太谢谢你了。我们小女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演戏。你会演石英，又给她这么好的机会，真是太谢谢了。来来来，吃点心，是喝茶。伯母，您实在是太客气了。我们春秋英文剧社机会不是随便给的，主要呀还是小雨她的演技让我眼前一亮。谁知道 Mary 这么小一个角色，被她演得有因有果、有血有肉的，足以证明她的表演呀非常有天分，是吧，爸爸？是。我看好你哦。哦，对了，请喝水。谢谢焦先生。好，我知道。掌柜的啊，有线索了。之前二马路那边有一个叫仁安药房的诊所，给炎症病人卖过这种特效口服剂。我听里边的小护士说，炎症病人疼到不行，只要吃下这种强效口服剂，立马就不疼了。后来不止炎症病人来买，这烟客也来买，这贩烟的也来买。后来这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杂，诊所怕惹事儿，就把这复明剂停卖了。什么时候停的4个月前。所以说这口服剂是仁安药房自己独门的秘方。是的，我听里边的小护士说，是这仁安药房的老板周仁安委托他堂弟特制的。堂弟？对，谁啊？沪海大学化学系讲师周文全。